这个男人不停地抽搐，他要崩溃了。究竟是什么让这个大男人如此的伤心欲绝？男人叫小帅，在他6岁那年开始不由自主地抽搐，并发出因为这个原因，同学给他起很多外号，经常被同学欺负，班里的同学们嘲笑他，老师也觉得他故意捣蛋，逼着他给全班同学道歉，最后被请去校长室，校长要开除他。小帅泪流满面，说自己控制不住，校长觉得他是在给自己的错误找借口。一旁的妈妈听不下去，直接拉起他就走。医生觉得小帅这样可能跟父母离异有关，需要对他正确的引导。小帅的父母在很早前就离婚了，爸爸每个月会来看望他和弟弟，带他们出去玩。当他忍不住抽搐的时候，爸爸就会冲他发火，觉得他是太过顽皮，缺乏自制力，因此开始讨厌他。临走时，给了弟弟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却不愿意多看他一眼，他只好主动拥抱爸爸。幸运的是，他有一个非常爱他的妈妈，她是个聪明又有见识的女人，对儿子的病她从来就没有放弃过，到处寻医问药，查找很多有关医学方面的书籍，一个人苦心钻研，最后还真被他查到这个病叫妥瑞氏症。他们找到医生，医生也承认自己诊断错误，可不幸的是这种病无法医治。妈妈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内心，小帅跑来安慰妈妈，他将自己的情况告诉爸爸，爸爸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。妈妈是个不服输的女人，她不妥协，病魔将折磨儿子一辈子，带着小帅来到病友互助会，想借助这个来帮助儿子。没想到病友们不是在抱怨就是在诉苦，满满的负能量。他后悔自己带儿子来这里，大家都已经被病魔打败，但小帅恰巧通过他们来激励自己，战胜病魔，改变人生。妈妈给他找了新学校，他还是受到新同学的欺负，甚至老师都会对他特殊照顾，最后还是被请到校长那。校长不仅没有批评和责怪他，反而邀请他参加学校举办的音乐会。在音乐会上，全程他不停地抽搐，发出怪叫声。音乐会结束，校长当着所有学生的面让他上台，他忐忑不安地走了上去。校长是要他出丑吗？他是小帅人生重要的转折导师。小帅怀着不安的心来到台上，校长问他为什么要发出怪叫声。小帅回答说自己得了一种罕见的病，会不受控制的抽搐发生，自己比任何人都不愿意听到他。这种病无药可医。 What can we do to help you, Brad? I just want to be treated like everybody else. Good job. You sit up. 校长通过对话问答的方式把原因告诉了所有的人。学校的目的是教书育人，运用知识消除无知。短短几句话，几分钟的教育，却让他感受到教育的强大，也让他有了人生目标。他也要成为一名像校长一样的老师。几年后，小帅变成了英俊潇洒大小伙子。 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不仅完成学业，还拿到学位。由于实习成绩优异，获得学校就业推荐，教委为他安排了最好的学校，并且由校长亲自面试。他的简历非常漂亮，但他的怪叫声成了巨大的绊脚石。很显然，他第一次面试失败了。他没有气馁，依旧面带微笑迎接后面的面试。大家眼里只有他的缺陷，无视他努力的成果。接二连三的失败，他再也绷不住了，用力地敲打着方向盘，在车里哭泣，给妈妈打电话抱怨世道不公。妈妈却对他说：“如果你认输了，那就回来吧，我把车票给你买好。”妈妈的激将法很有效果，他又重燃斗志，无论往后的路有多艰难，也绝不放弃。他展开地毯式求职，在地图上圈出本市所有的学校，亲自去送简历。如果面试官不在，就会交给门卫。地图上的叉叉几乎要画满，眼看就要开学了，却没有一家学校聘用他。他开始有些消沉。终于，一所学校向他抛出了橄榄枝，这是他面试的第25家。校长在门口热情地迎接他，他们相谈甚欢，对他的教学理念也相当认可。这是小帅最愉快的一场面试，但他没有抱多大的希望。不久后，却迎来了复试，最终赢得了一间属于他的教室。他非常兴奋，带上宠物，把教室布置得温馨有爱。他的梦想马上就要实现了。学生们会接受一个这样的老师吗？这个男人正高兴地在门口迎接他的学生们，他不停地发出怪叫声，被一个学生叫 Weirdo。他毫不避讳地在黑板上写出自己的病名，并向学生们仔细介绍自己的毛病，回答他们的各种奇怪的问题。学生们都很喜欢这个新老师。这时，他注意到那个叫他怪胎的男孩，上课期间随意走动。放学时，男孩的前任老师告诉他，这个男孩非常难管，劝他最好放弃，但他不会抛弃任何一个学生。然而，他的怪叫声也引起了家长的注意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就有家长强制要求他的女儿换班，这让小帅感到非常郁闷。家长虽然有偏见，但小女孩还是很喜欢他的课，总是偷溜回来，在门边悄悄地看。这也说明了他很会教孩子。小男孩跑到厕所里面乱涂乱画，被小帅抓个正着。他没有责骂，而是耐心地教导他，让男孩扮演自己。他在一旁不断干扰，男孩在他引导下也变得喜欢上学习。有一次，在和女孩聊天中，得知她身患绝症，女孩的妈妈希望她保守这个秘密，并说女孩非常喜欢她的课。不久后，女孩没能战胜病魔，离开了。追悼会那天，小帅独自待在外面，他不想因为怪声打扰那份安宁。这时，女孩妈妈出来邀请他。女孩生前最喜欢他，希望小帅可以送她最后一程。
这天，1年1度的优秀教师评选开始，观察员在门口观察打分。课堂上，小帅让学生们自由发挥，展开想象。他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们爱上了学习。他看了看考核员，担心自己的病会影响评分。几天后，副校长宣布他被评为年度优秀新教师，同学们和老师为他鼓掌，他被惊呆了，这是对他最好的肯定。在颁奖典礼上，小帅手拿奖杯，发表获奖感言。当他讲到自己在残疾中学到什么时，同学们习惯性的举手开始抢答。Yes, Galen. You learn to keep going. Eli? You learn not to let it stop you. Miss Thomas. You learn not to let it win. 这一句句看似简单的道理，从孩子们口中说出，显得是那么的有分量。他身体力行教会了学生们什么是坚持和努力。他永不言败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。勇士搏出惊涛骇浪而不沉沦，懦夫在风平浪静中也会溺水。愿我们都成为无所畏惧的勇士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，他叫布拉德·科恩。